每天超过30万人往返新马，平均耗在路上的时间能够看完3部电影。如果你也是这30万分之一，那你一定懂那种天亮出门，天黑还没到家的绝望。不过，这种噩梦般的通勤，可能真的要迎来大结局了。现在柔佛要推大约70亿令吉的 EART 系统，如果 EART 真的能把站点、市区、就业区和产业园串起来，这件事就不只是周末去新山更方便，而是新加坡和柔佛能不能变成一个可预测的双城通勤圈。下面我就来聊聊，为什么这条线看起来是在柔佛修，最后影响的却可能是新加坡人的时间、企业的布局，甚至未来我们对通勤这件事的想象。对新加坡来说，柔佛已经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成本、企业布局，甚至未来的工作半径。新加坡土地紧，仓储贵，用工和经营成本也高，很多企业不是不想扩，而是本地能给它的空间越来越有限。所以这几年你会看到一种很现实的趋势，总部、融资、法务、客户接口继续留在新加坡，但制造、仓储、后台执行开始更认真地看柔佛。居民层面也一样，很多家庭去新山不只是吃饭购物，而是在测试一种更大的生活半径。问题是，双城生活圈不能只靠长堤硬撑，你不能一边说新马联系越来越紧，一边还把所有流量压在最脆弱的几个关口和道路节点上。现在柔新经济特区这个方向被不断推进，看的就不只是单一交通项目，而是交通、能源、产业承载力能不能一起补上。RTS 解决的是跨境主通道，可人和货到了柔佛之后，能不能快速分流到市区、工业园、物流节点、数据中心带，这才决定跨境效率能不能真正落地。所以 EART 为什么会进入新加坡观众的视野，不是因为它很炫，而是因为它可能是 RTS 之后那条必须补上的市内接驳线。没有主干道，过不了关；没有内部毛细血管，过了关也未必到得了该去的地方。很多报道会先讲 EART 是不是高科技，是什么系统，跑在什么轨道上，或者是不是比传统轻轨更先进。但从城市规划的角度，这些都不是第一问题。第一问题只有一个，它到底能不能把跨境通勤最致命的断点补起来。这个断点就在 Bukit Chaga。 RTS Link 如果按现在的目标推进，在2026年底通车，设计运量是每小时单向最高1万人，跨境这一段会比现在稳定得多，这点几乎没有悬念。但人到了 Bukit Chaga 之后怎么办？去新山市区怎么办？去就业区、工业园、物流节点怎么办？如果还得继续依赖不稳定的路面交通，那整个链条还是断的。你会发现，跨境交通最怕的不是某一段慢，而是每一段都不稳定。一个人从新加坡出发，不一定要求每次都最快，但他至少要算得出时间。今天40分钟，明天2小时，这种波动才是最伤通勤体验的。RTS 解决的是过关和跨境主干线的可预测性。EART 如果要证明自己值70亿令吉，它就必须解决第二个问题，出站后的分发效率。说白一点，它不是 RTS 的替代品，而是 RTS 的补完件。主干线负责高密度吞吐，支线网络负责把人送到真正的目的地。没有支线，主干线再强，也可能只是把人堆在一个更现代化的堵点上。所以判断 EART 值不值，我会看3个标准。第一，它和 RTS 站点是不是足够顺，不是地图上连起来就算，而是换乘距离、步行体验、班次衔接、票务整合能不能把摩擦降下来。第二，它覆盖的是不是真正高频的走廊，不是为了画出一张好看的线路图，而是要碰到最多人真正会反复使用的路线。第三，运营能不能让人愿意放弃私家车和电召车，频率不够，票价不合理，站点体验太差，最后大家还是回到路面系统，效果就会打折。从新加坡人的角度，这件事非常现实，你不是在看一个邻国新项目漂不漂亮，而是在判断以后去柔佛上班、办事、消费能不能终于像在岛内搭 MRT 那样，至少大致算得出到达时间。你觉得跨境最大的痛点是过关本身，还是过关后的最后一程？评论区我很想看大家怎么选。70亿令吉背后其实对应的是很多新加坡企业已经在面对的现实，本地适合做高附加值环节，
但越来越不适合把所有环节都塞在同一个城市里。租金高，土地少，用工贵，工业空间也紧，企业要扩张，通常不是把新加坡整个搬走，而是把业务拆开，需要总部协同，金融服务、研发、法务、客户接口的部分继续留在新加坡，对空间、能源、仓储、制造更敏感的部分往柔佛放。这就是新加坡+1的逻辑，它不是替代新加坡，而是在旁边建立一个足够近、足够快、协同成本足够低的第二支点。为什么柔佛最有机会？因为距离近，语言和商业往来成熟，管理层当天来回有可能，供应链协作也比更远的地方简单得多。但这个模式能不能成立，关键还是基础设施。企业不是只看账面租金差，他会问得更细。工程师今天出问题，能不能马上到场？管理层能不能半天内往返？样品、零部件、维修设备能不能准时流动？员工跨境通勤会不会每天被不确定性磨掉效率？这些问题最后都回到交通和配套。RTS 负责把跨境入口稳定下来， EART 和其他市内交通负责把人和服务送进就业区和园区。能源、水务、道路等级再决定数据中心和制造业能不能真正落地。最先受益的行业也很清楚，精密制造和轻工业会看重新加坡的管理和认证能力，加上柔佛的空间和成本优势。物流和配送会因为跨境时效更可预测而重算仓储布局。部分后台职能和服务业也可能在通勤稳定之后慢慢外溢。所以这不是把新加坡掏空，反而更像是把新加坡最强的部分留在本地，再把对空间和成本更敏感的环节放到一个能高频协作的外部腹地。你觉得未来最先受益的会是上班族、物流业还是制造业？留言说说你的判断。每次讲柔佛，如果按城市发展真正的兑现顺序来看，最先拿到红利的通常不是住宅，而是企业端，尤其是那些对时间、能源和土地最敏感的行业。柔佛这一波，我觉得最值得盯的是数据中心和物流。先说数据中心，这个行业不是有地就能做，更不是宣传几句就会来，它看的是更硬的条件，电力容量够不够，供电稳不稳，水务配套能不能支撑，重型设备进出方不方便，维护团队能不能快速到场。柔佛近年在 SADNEC 等区域持续吸引数据中心投资，背后靠的就是这些基础条件在补强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很清楚的信号，当地想承接的不是短期热度，而是高资本、高耗能、长期运营的产业。再说物流，这个行业最怕的不是地图距离，而是时效失控。对物流企业来说，今天15分钟和25分钟的差距，很多时候还不是最致命的。最致命的是原本排好的车队和仓位，突然因为跨境或室内拥堵多出1小时，整个配送链条都被打乱。如果 RTS、EART、道路升级和更顺的通关协同一起发生，企业就会开始重算很多东西。仓库放哪里更划算？库存压多少更合理？车队怎么调度？冷链怎么走？配送半径能不能扩大？到了这个阶段，基建的价值就不只是比较方便，而是可以经营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，柔佛未来如果真吃到这波基建红利，最早兑现的未必是住宅广告里的故事，而是那些真的靠基础设施活着的行业。房产会不会跟上？可能会，但通常那是后面的结果，不是最前面的原因。所以柔佛这套大约70亿令吉的 EART 系统能不能彻底结束新加坡人的通勤噩梦？我的答案很明确，单靠它不行，但少了它也很难。因为真正要被打通的从来不是一条线，而是一整套系统。 RTS 负责把人稳定的带过边境， EART 负责把人送到真正要去的地方，能源、水务、园区和道路配套负责把企业和就业机会留住。只有这些东西一起成立，新马双城经济才不是口号，而是每天能运转的现实。对新加坡人来说，这件事影响的不只是周末去不去新山，而是未来的工作半径、消费半径，甚至我们怎么理解新加坡的城市边界。如果 RTS 开通后，柔佛内部接驳也真的跟上，你会不会更常过去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你想看我继续拆解 JSCZ、RTS 周边更新，
柔佛产业地图，还有这些变化会怎么反过来影响新加坡本地城市结构。记得订阅频道，